第6号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有144000的人，他们在天上的敬拜。那我们来看启示录，好，第1章这边有说到，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并且在4活物和众长老面前歌唱，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那在吹第5号的时候，启示录12章4到5节，这边有说到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1/3摔到地上。所以当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后，他非常气愤的要来发泄他的愤怒，所以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然后这个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列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当撒旦被摔落到地上的时候，他处心积虑的要杀害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谁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读到的那些在末日的时候把自己分别为圣。怎么样分别为圣呢？就是他们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童男。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龙，他一直都在等待要吞吃这个妇人将要生的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童男呢，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这些人表示说，他们是在末日的时候，他们不跟随潮流，他们不混乱性别，他们不放荡行为，他们不随波逐流去跟随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所以要在那一个在末后的世代非常混乱，非常的这种没有界限的这种日子，还能够分别为圣，这是非常困难的一种选择。那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脑袋来想我们还想的比较简单。可是在未来的这种科技的演变，尤其是现在已经可以改变 DNA 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眼睛，什么样的长相，什么样的身高，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肤色，你可以下单，然后它重新改变父母的 DNA， 然后把你所下单的注入进去，重新排序，然后把你现在的这一个受精卵呢，放置在他们所设计的一个子宫里面，不是放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是放在一个他们所设计好的一个科技产品。也就是说，你妈妈跟爸爸呢，可以很优雅的看着这一个你们所订购的这个孩子，而且他的那个子宫呢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孩子是不是你要的。不是你要的，你可以随时终止，然后是的话，时间到了他就把它剖开来，然后你就很优雅的会有个孩子。那这个监控孩子的这个成长呢，它就可以放在你家，你可以天天看，你也不用上医院，你也不用接受这个生产这个10个月的辛劳。那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接受了受的印记的一个行为，就是改变你自己的受造，改变人的受造。因为兽他要把自己当神，所以他要改变神创造的逻辑，叫做各从其类。兽要改变
在人的生命里面有神的荣耀和形象的这件事实，他破坏了你了以后，注入了撒旦的 DNA， 注入了撒旦的形象。所以这些人当他们有了受印记以后，神说他们就必须会扔在硫磺火湖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是撒旦的印记，是撒旦的 DNA， 在他们里面已经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了。在挪亚那个世代，挪亚是那一个世代里面的完全人。当然完全人我们会说他是行为完全，他不拜偶像，他不像别人的那种放荡，不像一般人的这种奸淫啊、暴力啊、邪恶啊这些事情，是个完全。但是他另外一个完全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上帝真正造的人，是一个有神荣耀形象和样式的真正的人，是神所设计下来的染色体的这个人。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合在一起，就是人和邪灵这样子结合，就产生了很多的巨人的后代嘛。那所以在那个世代，纯人种只剩下挪亚一家。神检验挪亚是一个上帝所造的 original 的这个 DNA， 然后生下来的是真正属神的孩子，所以神把他留作这个上帝的种，放进了方舟。好，所以这个时候的男孩子，他可以不随波逐流，他可以不随从当世代的价值观或者当世代的这一些逻辑去生活。对于神来讲，他是可以作为被提心腹的一把尺，一个样板，一个心腹的品格，可以献给神做出熟的果子的一个品格。这些人当他们被提了以后，在第6号吹响的时候，约翰说，约翰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所以这144000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不明来历的就出现在第6号，他必定是在出现之前他是被提的，他一定要有被提的过程，他才能够做出熟的果子。就像耶稣必须死了、复活、被提，他也在世人面前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一样。所以这144000人，他必须曾经死过，他才能够站在羔羊面前。所以我会认为这144000人就是第5号的时候被提的那个妇人所要生的那个男孩子，在他们的额上有羔羊和父的名字，并且呢，他们在宝座前，还有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唱什么歌？他们歌像新歌，因为这144000人是特殊被神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一群人，他们所献给神的歌是用他们的生命所唱出来的，是他们与神之间爱的甜蜜的关系所发出来的那个甜蜜的歌。那这个歌因为是他们的经历，所以没有办法复制，所以叫做新歌。新的歌叫做新的层次，新歌叫做新的境界，新的领域。就好像保罗这边说，我们是说新方言。新方言不是说我说的是新的你没说过，而是说我们要经常让我们在这个方言的领域里面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更深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去，这叫做新方言。那新歌呢，也就是他们是不断的用他里面的生命不断的唱出来他跟神之间的甜蜜，所以他们的歌是没有办法复制，没有办法让别人去 copy 学出来的。他们是在被神所预备，要在第7号吹响之前先复活，先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他们也是神让教会被提的时候，谁能够被提的一把尺。好，那这个呢是第6号。第6号前面的第一个是会有2亿人的一个世界大战，第二个是在天上发生的144000人的敬拜。那下一次我们再来分享
大力天使以及其他的飞行天使，他们怎么开始传福音的？他们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世界上的人那个时候是如何的悔改？那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我们被提去预备，让我们在这个还来得及的时候，让我们为我们怎么样经历敌基督那个极度控制的日子的时候，如何隐藏在神翅膀的鳞下，直到被提的日子。愿神祝福各位。